你知道吗？有一句台词我一直觉得特别绝，它来自美剧《广告狂人》，里面那个广告天才唐·德雷坡是这么说的：广告只基于一样东西，那就是幸福感。但什么是幸福感？那就是在你需要更多幸福感之前的那一刻。哇，你仔细品品这句话，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被说中了？他说的不是那种长久的、平静的幸福，而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快感，一种欲望刚刚被满足，但下一个欲望马上就要冒出来的那种感觉。这简直就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完美写照，不是吗？它就像一个预言，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幸福的定义。它是一种需要不断追逐、不断补充的东西。这句话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定下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基调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我们这种对幸福永无止境的追求，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被精心设计、被包装，最终变成了一台巨大的、永不停歇的商业机器的。欢迎来到这里，今天咱们要一起动手拆解一台非常精密也非常庞大的机器，我管它叫幸福机器。这台机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私密、最渴望的东西，也就是对幸福的追求，给一步步的量化、包装、营销，最后变成一个价值几十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全球性大产业。这趟旅程可不短，咱们得穿越好几个世纪。我们会先回到启蒙时代的欧洲，看看最初的思想火花是怎么来的。然后呢，我们会跳到20世纪，看看职场的管理理论是怎么把幸福感变成生产力的。最后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个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包围的时代。所以这绝对不只是一个聊聊个人感受的轻松话题，不，它背后触及的是现代经济的运作逻辑，是社会治理的方式，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数字时代里到底是怎么活着、怎么感受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那咱们就启动这台机器，一起钻到它内部，看看它的齿轮和线路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好，咱们就从一个我们现在都特别熟悉的现象开始聊。你想想看，在今天这个社会，幸福这个词啊，它早就不是诗人和哲学家笔下那种虚无缥缈、带点神秘色彩的东西了，完全不是了。现在它被彻底地科学化了，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定义、可以被测量、可以被分析，而且据说啊，只要你用对方法，就一定能达到的一个具体目标。你肯定听过这种说法吧？说幸福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能，就跟你学开车、学一门外语没什么两样。各种各样的书、课程、手机应用都在反复地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儿：只要你跟着科学方法来，不管是搞正念冥想啊，写感恩日记啊，还是用什么认知行为疗法，你就能像升级打怪一样，系统性的提升你自己的幸福指数。就是这个观念的转变，这个从感受到目标的转变，为我们后面要聊的整个幸福产业打下了最关键的一块基石。这些例子你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但咱们把它们放在一块看，你就会发现一幅特别有意思的图景，那就是幸福这个东西已经完全地渗透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力中心。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瑞士达沃斯每年开那个世界经济论坛，去的都是谁？全世界最有权势的政客，最有钱的商业大佬，他们在那里讨论全球经济、地缘政治这种天大的事儿。结果呢，在他们的议程表上赫然出现了正念冥想课程。这说明什么？这简直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对吧？再看这位僧侣马蒂尔里卡尔，他本人是个分子生物学博士，后来出家了。科学家们就用最先进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的大脑，发现他在冥想的时候，大脑里跟积极情绪相关的区域，那个活跃程度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高。于是媒体就给了他一个特别响亮的称号：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个称号的意义可不小，它让幸福这个抽象的概念第一次有了一个活生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经过科学盖章认证的偶像。同时呢，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手机，像 Calm 和 Headspace 这类应用，下载量都是用亿来计算的。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追踪我们的睡眠、心率、情绪波动，然后承诺用这些数据来帮助我们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还有我们工作的地方，尤其是在硅谷那些高科技公司里，首席幸福官这个职位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很多公司都把它当成了标配。你看，从全球峰会到个人手机，从科学偶像到公司职位，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系统。光是一个正念产业，市场规模就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而且还在飞速增长。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幸福早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儿了，它已经是一门有专家、有产业、有市场、有标准流程的非常严肃的大生意。看到眼前这个由科技和商业联手打造的幸福帝国，我们很自然会觉得这肯定是最近这几年才冒出来的新鲜事儿。但如果我们往深了挖，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听起来特别前卫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内心那些喜怒哀乐不仅可以被客观的测量，甚至还可以被用来管理社会，提升所有人的福祉。这个想法的根其实深深地埋在几百年前的欧洲。所以说，要想真正看懂今天的幸福产业是怎么回事，咱们必须得做一次思想上的考古，坐上时光机，回到这台幸福机器最初的设计蓝图被画出来的那一刻。好，咱们的时光机现在就设定目标，回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对理性和科学充满了无限的乐观和自信。那时候的思想家们普遍相信，人类社会的所有疑难杂症，不管是贫穷、战争还是不公平，全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然后找到解决办法。正是在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时代精神之下，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甚至有点疯狂的想法，第一次被系统地提了出来。这个想法就是，咱们能不能把人类最复杂、最主观的内心感受，也就是幸福，也拿来量化一下呢？功利主义这个词儿听起来可能有点学术，有点绕，但你别怕，它的核心理念其实非常直白，而且对后来几百年的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个理论最主要的代言人是一位叫杰里米·边唐的英国哲学家，他的核心主张说白了就一句话：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幸福。在他看来，我们要判断一件事做得对不对，一条法律好不好，甚至一个政府行不行，最终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能不能让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大于痛苦总量。你想想，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因为它等于说，咱们别再扯什么神学、道德、传统了，那些东西都太主观，咱们就用一个统一的、看起来非常客观的幸福标准来衡量一切。他不再问什么是神圣的或者什么是正义的，而是非常直接地问什么能让人们更快乐。而且这可不只是一个道德口号，边唐是真心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政治纲领和立法原则。边沁的这个设想啊，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激进了。他可不只是提出了一个哲学原则就完事儿了，他还想给这个原则找一个科学的能算出来的基础。他真的相信人的快乐和痛苦就跟物理世界里的温度高低、东西轻重一样，是可以被量化的。他甚至还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幸福微积分，异想天开的想把我们的各种感受拆解成不同的维度，比如这个快乐有多强烈啊，能持续多久啊，确不确定啊等等，然后给这些维度都附上一个数值。这样一来，你想想看，一个立法者在制定新政策的时候，比如说要不要在城里建一个新工厂，他就可以像做一道数学题一样，先算算这个工厂能给社会带来多少个快乐单位，再算算它会带来多少个痛苦单位，比如污染啊、噪音啊这些，然后两个数一比较，哪个大就听哪个的，这样不就得出最理性的结论了吗？说白了，边沁的梦想就是想把那个充满情绪、偏见和利益冲突的政治舞台改造成一个像牛顿物理学实验室一样精确、冷静，还能预测结果的地方。你看这条时间线，它特别清楚的给我们画出了边沁那个激进思想的演变轨迹。这个量化内心的冲动，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从哲学家的书房里走到了我们现实世界里的？你看，到了19世纪，有个叫费希纳的德国科学家，他开创了一门叫心理物理学的学问。他就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实验，想找到物理刺激和主观感受之间的数学关系。比如说，我往你手里加多少克的重量，你才能刚刚好感觉到东西变重了。这其实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精确地丈量主观感受。时间快进到20世纪末，幸福经济学登场了。经济学家们开始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幸福水平，还提出了像国民幸福总值这样的概念，来挑战那个只看钱的 GDP。而进入21世纪，那就更厉害了。
随着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崛起，这种量化达到了一个全新的，甚至有点让人安笨的水平。最出名的例子就是2014年 Facebook 做的那个情绪传染研究，他们在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调整了将近70万用户新闻推送里正面和负面内容的比例，然后就观察了这些用户自己发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结果证明了情绪真的可以在社交网络上传染。所以你看，从边沁的哲学构想到 Facebook 的秘密实验，这条跨越了200多年的线索告诉我们，测量、预测甚至操纵我们内在感受的这个渴望一直都存在，而且在技术的帮助下，它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好了，咱们把时光期的进度条再往后拉，快进到我们更熟悉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这个时期啊，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幸福科学跟一种非常强大的经济意识形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自由主义来了一次完美的结合。这次结合的威力可不小啊，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场所，重新定义了我们对成功和幸福的理解，并且最终把管理自己情绪的这个责任完完全全的不打折扣的下放到了我们每一个打工人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吗？我们和公司之间那份看不见的社会契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实已经被彻底颠覆了。咱们回想一下二战以后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企业文化，尤其是在那些大公司里，更像是一种长期的承诺。你作为一个员工，为公司贡献你的忠诚和辛勤劳动，公司呢就为你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可以预期的晋升通道，还有退休保障。在那个模式里，逻辑链条是很清楚的，你先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然后作为成功的回报，你可能会感到幸福。但是今天呢，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那个灵活、高效、竞争至上的市场环境里，这个逻辑被180度的翻转了过来。企业不再承诺要雇你一辈子了，反而要求你得具备所谓的情绪恢复力。说白了，就是公司裁员了、重组了，你得能很快从挫折里爬起来，不能玻璃心。他还要求你得灵活，能不断适应变化，还得自我管理，你自己的职业发展得自己负全责。但最关键的转变是最后这一点，现在幸福不再是成功之后的结果了，它被看作是成功的前提。这句话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一位明星学者肖恩·阿克说的，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最佳注脚，你得好好品品。这个观念的转变是颠覆性的，它的背后含义非常深。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情绪状态，你乐不乐观，你幸不幸福，这些不再是你个人的私事了，它变成了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一种你必须主动去培养和展示出来的职业素养。换句话说，你的幸福感成了你工作表现和生产力的一部分。因为现在的理论认为，一个快乐的员工才是一个更有创造力、更有效率、更愿意合作的好员工。于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就从一种个人选择变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职业要求。所以，这里面最关键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就是责任被悄悄地转移了。当全球化、技术变化导致整个经济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工作越来越没保障的时候，问题出在哪儿呢？按照以前的思路，我们可能会归咎于宏观的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是企业的商业决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被巧妙地转化成了一个个人层面的心理问题。比如说，你因为担心随时会失业而感到焦虑，或者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感到沮丧，那么问题可能就不在于这个系统了，而是在于你自己。你是不是心态不够积极啊？你是不是缺乏所谓的韧性啊？你是不是没有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你看，就这么一转，一个原本是结构性的、社会性的风险，就被重新包装成了一个个人的心理上的失败。好，这种把责任全部推给个人的意识形态，最终就把管理情绪的这个巨大负担完完全全的压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肩膀上。但是光有压力还不行啊，为了让这个负担看起来更合理、更科学，一个在积极心理学领域流传的特别广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它为这种一切靠自己的逻辑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都见过，它就是由著名心理学家索尼娅·柳波米尔斯基提出的影响力非常大的幸福饼图。
这个模型想干嘛呢？它想解释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幸不幸福。根据这个理论，咱们幸福感的差异大概有50%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个好理解，就是天生的，我们改不了。但接下来最绝的部分来了。他说，我们所处的客观生活境况，这包括你的收入高低、社会地位、身体好不好，甚至你结没结婚，所有这些外部因素加在一块儿，你才占多少？居然只占了10%，而剩下的那整整40%，则完全取决于我们有意识的活动。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日常行为，以及我们为了让自己更幸福所做的那些个人努力。等一下，咱们在这儿停一下，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个数字，只有10%，这个说法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它好像在告诉我们，你住在哪儿，你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你有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在社会上会不会面临歧视，所有这些我们通常认为对生活至关重要的外部世界，对我们内心到底幸福不幸福，其实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影响。你觉得这真的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吗？当我们把这个饼图理论里被轻描淡写的境况这2个字具体展开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时候，这个模型的局限性，甚至是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偏见，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了。你想想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足以压垮一个家庭的贫困线，找不到工作时的那种绝望，随时可能被解雇的职业不安全感，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社会和家庭支持的那种孤独，还有因为你的种族、性别或者其他身份而遭受的结构性歧视，所有这些重大的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模型里都被轻飘飘地塞进了那个无关印解奥的1/10里面。这种说法不光是跟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更像是在刻意地忽略那些真正阻碍人们获得幸福的社会结构上的障碍。那么这个所谓的48分的解决方案，最终导向的个人结论是什么呢？是残酷而且严厉的。它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那就是无论你身处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你的不快乐归根结底是你自己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理论，你手里牢牢地握着那至关重要的48分的控制权。所以如果你感到痛苦，那只能说明你在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这方面努力还不够。你没有理由去抱怨社会不公，也没有理由去指责制度缺陷，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内看，更刻苦地进行自我改造，更勤奋地从事这种管理情绪的劳动。你看，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就成了一种新的看不见的道德枷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地绑在了这个自我优化的循环里面，根本停不下来。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追溯了幸福是怎么被量化的思想历史，也剖析了它在现代职场里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现在咱们终于要进入最后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了。这个规模庞大、无孔不入的幸福产业，它一边承诺要为我们带来福祉，但另一边，它最终到底在为谁服务呢？在这场关于幸福的交易里，我们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随着数字科技的爆炸式发展，我们内心最私密的那个情感世界，正在前所未有的暴露在外部世界的凝视之下。这种监控是全方位的，你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你在社交媒体上点的每一个赞，分享的每一篇文章，其实都在透露你的情绪倾向。你手腕上那个智能手环记录着你的每一次心跳和睡眠质量，这些生理数据可以直接被用来推断你的压力水平。你的购物网站可能比你还懂你自己，它能通过你的浏览记录预测你下一次可能会因为什么情绪而冲动消费。咱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滑动、每一次心跳，都在源源不断地生成海量的情感数据。我们的情感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咱们现在不妨用一种稍微带点讽刺的方式来总结一下这台幸福机器完整的运作流程，或者说它的商业模式配方。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叫定义问题，就是把幸福这种复杂多维度的生命体验，给它简化成一个可以通过数据来衡量和改善的技术问题。第二步，树立权威，告诉所有人，只有心理学家、数据科学家、科技公司这些专家才掌握着解决这个技术问题的钥匙。第三步，转移焦点，
非常巧妙地引导大家的注意力，让咱们别去想怎么改变社会制度，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怎么优化和提升自我上。第4步，开发产品。既然大家都要自我优化了，那需求就来了。于是顺势推出海量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冥想 App、online 心理咨询、企业员工帮助计划、性福利课程等等等等。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叫数据变现，把在上面所有过程中产生的海量用户情绪数据全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然后干嘛呢？用在更精准的广告投放、新产品开发、个人信用评分，甚至是政治竞选宣传上。你看，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幸福产业的最终目的，或许并不是它表面上声称的那样，单纯为了让你获得真正的、自主的、深刻的幸福。不，它的核心目标是把我们最私密、最难以捉摸的内在感受，转化成一种可管理、可预测，并且最终可以用来赚钱的宝贵资源。你的幸福是为了让整个系统运行得更顺畅、更高效，而你的焦虑又成了另一个可以被开发和满足的巨大商机。我们的情绪正在被一点一点地驯化，好让它更好地为商业和权力的逻辑服务。那么聊到最后，让我们回到这个终极的问题上：如果你的幸福已经成了一门产业，那么在这门产业里，你究竟是顾客还是产品呢？你想想看，当你付费订阅一个冥想 App， 期待它能帮你减轻压力的时候，你当然是一个顾客。但是当你使用这个 App 时产生的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次行为数据，都被后台记录分析，然后被用来优化算法、精准营销，甚至被打包卖给第三方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同时成为了这个产业最终要卖出去的那个产品呢？在这场精心设计的幸福交易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同时扮演着这两个分裂的角色。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它绝对值得我们在这个被数据和算法无情包围的时代里进行持续而深刻的思考。感谢你的收听，